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最新的灵宠圣物套装、清风套装以及其他各种圣物套装在当前版本的现况。今天讲解所使用的数据都会以4星的为准。清风套装的主战技能会使灵宠释放主动技时，对生命值高于 50% 的单位造成的伤害提升 65%。对比其他主战圣物需要慢慢叠加才能达到最高效果，清风套装是比较豪爽的，要么就是直接打出最高的增伤效果，不然就是条件不达标而完全没有增伤，效果比较激进，但很高效。以目前的环境来说，只有2种队伍适合使用清风套装来主战。第一种是有 SP 关羽在队的队伍，另一个则是女团。虽然 SP 关羽的高输出很容易就会导致敌方武将的血量降到 50% 以下，但好在 SP 关羽的关屏羁绊能让 SP 关羽在释放4次怒攻后，就随机释放1次其中一只助战灵宠的主动技。通过关屏羁绊来释放的助战灵宠主动技是比回合结束前才释放主动技更快的，也只有这样才能让清风套装发挥它的作用。SP 关羽队使用清风套装的效果其实也没有很稳定，在逆风盘的效果会比较好，但在顺风盘打得快的情况下可能就没有用了。不过清风套装用来打女团的效果倒是很不错，因为女团的血量后会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将血量削减到半血以下，这时清风套装就能发挥它应有的作用了。另一个也很适合使用清风套装的队伍正是女团。女团本来就不是爆发型的队伍，输出慢，所以很大概率对面是会有很多半血以上的武将的，所以也很适合清风套装的发挥。接下来我们来看清风套装的助战效果，我方武将每成功施加一个负面状态，就会使敌方受到的灼烧伤害提升 8%， 最多提升 80%， 持续到战斗结束。这很明显就是火烧队专用的套装了，火烧队就是有这么一个好处，没有选择困难症，只要看到有血灼烧的放上去就对了。火烧队其实是台服灵宠圣物改版的最大赢家，因为也只有它拥有专属的配套圣物。而且火烧队的灵宠圣物还是唯一一个能间接提升武将伤害的圣物，其他圣物都只是对灵宠伤害或神兵伤害的提升。灵宠和神兵的伤害在新区或许很有用，但对于皮糙肉厚的老区来说，这点伤害其实算不了什么。火烧队现在有很多放火和引爆的技能，但最缺的就是增伤，80%的灼烧伤害提升可是非常多的，而且这还只是4星的效果。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让清风套装成了当前价值最高的圣物套装，同时也是火烧队必抽的圣物套装。火烧队在 SP 陆逊的版本将会引来一阵高峰期，所以建议最少也要凑一套4星来备用，有能力的甚至可以直接培养到5星。由于助战圣物需要2套，所以它也比主战圣物更不容易被淘汰，可以放心的去培养。第2套最有价值的灵宠圣物是赤焰套装，推荐的原因也和清风套装一样，因为它能间接的提升武将伤害，也就是灼烧伤害。赤焰套装的主战技能会使灵宠释放主动技能时，敌方没有一层灼烧效果，本次伤害就提升 7%， 最多提高 42%， 同时使敌方受到的灼烧伤害提升 42%，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虽然赤焰套装对灵宠的增伤并不高，只有 42%，但灵宠伤害真的不是重点，对于老区来说，灵宠的伤害其实只占了很小的一部分。赤焰套装是第2个能间接的使武将伤害提升的灵宠圣物，而且受益者又是火烧队，所以才会说火烧队是圣物改版最大的赢家，这些福利都只有火烧队能独享。赤焰套装的助战技能会使我方武将每释放1次怒气攻击，就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 6%， 最多提升 36%，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这是目前泛用性最高的助战圣物，虽然它的效果不是助战当中最好的，但胜在只要队里有 SP 关羽就会很好发挥。
如果你的队伍不满足使用其他更好用的圣物套装的条件，那就只能用赤焰套装了。接下来，我们来看星芒套装的主战技能——灵宠释放主动计时，目标血量越低，对其造成的伤害就会越高，最高上限和其他套装一样是 65%。这是一套和清风套装完全相反的类型，最适合卯兔这种能针对半血才发动的灵宠来使用。目前最适合使用主战星芒套装的队伍是旅疗队，其次是能快速将血量压低的其他 SP 关羽队伍。但由于目前女团强势，所以星芒套装的主战效果也不是那么好用了，目前是略逊于清风套装的。星芒套装的助战技能，只有在队伍上阵的女性武将大于3人时才会生效。它会使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提升 36%， 同时使我方女性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减少 36%。这是目前比较主流的助战套装之一，只要你有满足使用的条件都可以用。星芒套装提供的灵宠增减伤效果是双向的，而且一开始就是最高的效果，不需要累积，所以非常好用。这也是女团必带的助战圣物套装，其他队伍如果满足条件也可以带。接下来是碧落套装的主战技能，敌方武将没有一层负面状态效果，灵宠伤害就会提升 8%， 最多提升 80%， 这是目前伤害上限最高的圣物套装。碧落套装的好处是，在面对不同类型的队伍时，表现也不会大起大落。目前最能给负面状态的其实是 SP 张飞，他可以在队友单体攻击暴击时，将2个可驱散的增益状态转为负面状态。在目前的版本里，只要你的队伍里有 SP 张飞，然后再多带上几个弱点瑶光，对面的负面状态应该都不会太少。即使对面有能清负面状态的专武步练师在，也能保证敌方身上最少也有4、5个负面状态存在。目前碧落套装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适合有 SP 张飞在的队伍。和碧落套装最匹配的主战灵宠其实是白泽，不过现在白泽已经不是首选，所以碧落套装也少了一些优势。碧落套装最高光的时刻是命魂曹操统治版本的那一段时间，命魂曹操的那个负面状态数量可不是说笑的，真的非常夸张。碧落套装的助战技能套路基本也和主战技能一样，都是玩负面效果的。只要我方武将每成功施加一个负面状态，敌方所有武将受到的灵宠伤害就会提升 4%， 最多提升 40%，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碧落套装的特点就是，不管主战还是助战，虽然效果需要慢慢叠加，但它的增伤上限都是所有套装里最高的，适合喜欢追求最高上限的玩家使用。最后是玉露套装的主战技能，灵宠释放主动技能时，使灵宠造成的治疗效果提升 50%， 同时使我方所有武将治愈率提升 40%， 持续到战斗结束。由于现在已经没有治疗型的主战灵宠了，再加上 SP 大乔能直接使女团第3回合的治疗失效，所以玉露套装的主战技能已经没什么用了。玉露套装的助战技能会在我方受到治疗时，使我方全体武将受到的灵宠和神兵伤害减少 6%， 最多减少 36%， 效果会持续到战斗结束。玉露套装最适合有专武步练师的队伍使用，最适合使用的队伍则是女团。最后来对各个队伍使用的圣物套装来做一个总结。火烧队主战使用赤焰套装，助战使用清风套装和碧落套装。女团主战使用清风套装，助战使用星芒套装和玉露套装。SP 关羽队主战使用清风套装，如果是旅疗队则改成星芒套装。助战则使用碧落套装和赤焰套装。在这么多圣物中，最值得砸换星去抽的，其实只有火烧队的那2套圣物，清风和赤焰。当中最不值钱的是主战圣物，因为它只能提升主战灵宠的伤害。再加上现在主流的主战灵宠是风伯，风伯就不是一只打输出的灵宠，所以即使你装上灵宠伤害增加的圣物也没什么用。
这个情况会一直持续，直到风伯被 SP 灵宠取代为止，主战灵宠才会重回伤害灵宠。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